究竟點解日本動漫紅咗咁多年都仲咁多人中意，冇其他國家追到？背後嘅原因又係乜嘢？無限列車編の公開中のアニメ映畫劇場版鬼滅の刃。コミックの累計発行部數が1億部を超える大ヒット漫畫です。好膚淺嘅喎，啲人夠大隻咯。今集咧將會帶大家探討關於日本動漫嘅一切 and 一切，無論係有睇開動漫定係冇睇開動漫都好，入得嚟睇條片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。你本身有冇睇開日本動漫㗎？有，係嘅。有。有冇話最中意邊套動漫？超人，鹹蛋超人，哆啦 A 夢。最中意鬼滅之刃咯。我比較喜歡進擊的巨人。咒術迴戰。我推的孩子咯。中意龍珠咯。龍珠咯，如果你咁講就。主力係睇龍珠啦，跟住幽遊白書啦。冇最中意。有冇話點解中意睇日本動漫？好膚淺嘅喎，啲人夠大隻咯。啲古仔寫得好咯，就是感覺他的世界觀很能考究，他的這個故事也很有史詩感。即係有故事，啲人物唔係求其出嚟咯。即係講慢就會打兩拳，我都有睇過，跟住就全部死晒。個故事性我覺得會比較熱血啲咯。熱血少少啊，打鬥少少啊，好想代入個角色咁樣啊。因為佢搞笑，我睇大雄嘅，成日喺度問哆啦 A 夢攞法寶。多類型咯，啲劇情係多變化啲。你唔一定規範喺某個話題，可能運動又有，校園生活又有，即係海賊王佢無啦啦就同你講海賊，啲神怪又有，乜都有。畫風靚咯，同埋個動作流暢啲咯。同埋畫風係好吸引咯。哆啦 A 夢、龍珠、阿嬌博士、宮崎駿，相信都係幾代人嘅共同回憶。由上一代開始，應該唔會有邊個係冇接觸過日本動畫動漫嘅。紅咗差唔多半個世紀嘅日本動漫，究竟點解始終都喺個神台度冇人追到佢？反觀其他國家，美國呢就有 Marvel 同埋 DC， 但其實佢當年嘅漫畫公司都係因為佢經營不力，需要被逼破產，而要將佢嘅角色賣俾啲電影公司嚟吊命嘅。而資本力量強大嘅內地市場，發展咗10幾年都冇一套作品可以噏得出名。究竟日本係點樣由一開頭嘅 Nobody 變做今日嘅動漫帝國？日本動畫其實就唔係一開頭就咁成功嘅，最早喺1900年代，日本嘅動畫師受到美國動畫嘅影響，開始製作 2D 動畫。根據後嚟一啲電影歷史學家證實咧，呢一個滑稽臉的幽默相 Humorous Faces of Funny Faces 咧，就係第一部以標準膠卷錄製嘅動畫電影。導演就係一個去咗美國發展嘅英國人 James Stewart Blackton， 而 James 都係第一個用定格影像即係 stop motion 去製作呢個動畫嘅第一個美國導演。受到美國動畫嘅影響咧，日本嘅動畫師翻到嚟日本咧，都開始製作一啲類似於 stop motion 咁樣嘅動畫嘅。咁呢一個叫做活動寫真嘅動畫咧，傳聞就係日本最古老嘅 2D 動畫。創作嘅導演同埋年份其實已經失傳晒㗎啦。根據歷史學家推算呢，有機會係製作於1907至1911年期間。短短3秒嘅動畫就畫咗呢個男仔寫住活動寫真4隻字，最後就擰轉身致敬。時間嚟到1917年，日本嘅第一套有聲 2D 動畫呢，就終於喺院線度正式上映啦。恨內純一嘅咬粒內明刀之卷呢，就係其中之一啦。但係其實以當年嘅技術同埋發展呢，就算成功喺院線度上映，都冇辦法盛行。嗱，咁時間呢就嚟到2戰，日本呢作為當時一個十分之活躍嘅國家呢，咁其實就係將佢嘅戰力啦、人力啦、物力全部擺晒喺戰爭度嘅。咁呢個時候你可能就會諗，應該就唔會有人無啦啦拍動畫咁樣啦。呢個時候日本政府就行咗出嚟啦。打咩？我哋一於拍動畫。報告長官，我哋啱啱先偷襲完人哋個珍珠港喎，咩你唔驚美國佬嚟尋仇啊？打咩？我哋更加要拍一套關於日本帝國打倒美國佬嘅動畫，咁先可以吸引到班日本人繼續參軍噶嘛。冇錯，當年呢1941年日本人炸完美國嘅珍珠港之後呢，的確就係42年喺第2年啦，自己出錢呢就拍咗一套正係以佢哋偷襲珍珠港為原型嘅一套動畫，叫做《桃太郎的海賊》。嗱，咁日本
本呢，就喺1943年上映咗自己國家第一套長片動畫啦，主要係政府出錢嘅。咁其他國家做緊咩呢？俾啲 concept 大家。如果有睇開迪士尼嘅電影嘅話咧，都會好熟悉呢個咁經典嘅片頭。其實咧，呢條片呢，就係當年迪士尼出產嘅第一條短片動畫啦。你哋可以估下佢幾時出世嘅？係1928年，足足早咗《桃太郎的海》就15年啦。咁而迪士尼嘅第一條長篇彩色動畫呢，就係白雪公主。咁相信大家都認識㗎啦。佢都已經早喺桃太郎上映嘅3年前就已經上映咗。咁可想而知啦，當時日本嘅技術呢，係遠遠不及西方國家嘅，都仲係處於一個啱啱發展緊嘅階段嘅啫。話咁快，1945年4月喺日本推出《桃太郎的海》就嘅續集《桃太郎海的神兵》之後冇過幾耐呢，美國就喺同年嘅8月，即4個月之後呢，就掉咗呢粒歷史性嘅原子彈啦。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呢一場打咗足足6年嘅2次世界大戰呢，就此落幕啦。嗱，咁仗就打完啦，咁究竟又同日本動畫發展有咩關係呢？啱啱打完仗嘅日本呢，其實諗都唔使諗啦，民生呢就真係衰到貼地嘅。咁為咗唔令日本呢成為一戰之後嘅德國呢，美國呢就派咗呢個麥克阿瑟將軍 Douglas MacArthur 去幫助佢哋重新振作嘅。咁無論喺政治上啦、經濟上啦，定係教育上呢，都做咗徹底嘅改革。而動畫事業咧都係其中一樣 MacArthur 想拓展嘅業務嚟嘅，目的咧就係要灌輸日本國民一啲美國思想啊同埋價值觀，好似 Disney 咁樣。咁其實咧結果唔使諗都知啦，啲日本人啱啱先經歷完咁多嘅死亡同戰爭，食又食唔飽，又冇錢，又點會有人有心情去睇白雪公主同7個小矮人呢？到後來咧，受到韓戰嘅紅利，經濟咧開始起飛，日本人先終於開始食得飽，動畫事業呢個時候先真正開始起飛。於是又過多咗10年啦，喺1956年，一個喺美國受到商業啟發嘅日本人大川博決定成立一間動畫工作室，誓要做呢個東方嘅迪士尼。咁於是咧就有咗今日嘅東映動畫啦。之後推出嘅首部彩色長篇動畫呢，《白蛇傳》更加係見到迪士尼 2D 畫風嘅味道。技術上喺當時嘅日本嚟講，都算係一個好大嘅突破㗎啦。而當時仲係學生嘅宮崎駿同埋高田勳呢，都係因為呢部動畫呢先決定入行嘅。好，去到呢個 moment， 即係1950年代啦。其實呢個時候嘅日本呢，經濟起飛，已經有咗資金，而有咗錢之後呢，國民呢就會開始對娛樂呢有需求。東映動畫嘅《白蛇傳》咧，都令到呢個技術咧開始慢慢成熟。天時地利人和，其實就係爭緊一個人和，其實就係爭緊一個可以將日本動畫動漫擺上台面嘅一個人。咁多位家庭觀眾，就係佢手塚治虫さん。大家認識手塚治虫應該都係因為呢套動畫㗎啦，《鐵臂阿童木》。嗱，宏觀成個日本動畫史呢，阿童木絕對係稱得上係一個革命性嘅誕生。嗱，首先喺阿童木之前嘅漫畫大多呢，其實都係好似老夫子咁樣呢，淨係得一個角度畫法嘅漫畫。係喺手塚先生畫阿童木嗰陣呢，先第一次運用咗呢個電影分鏡嘅畫法，就令到成件事更加有故事性同埋更加生動啦。第二，手塚先生喺製作阿童木嘅過程中咧，就研發咗呢個有限動畫，因為當年咧阿童木咧就大賣，開始咧就要將原本嘅動漫咧畫成呢個電視動畫。咁手塚先生企喺呢個製作者角度咧，就心諗：哇！如果要製作一套100幾200集嘅電視動畫，1秒12格動畫，咪真係斬畫死自己？一集動漫通常咧就10至20分鐘啦，咁樣計落，每集咪真係要畫成萬幾張。咁於是乎咧，手塚先生咧就研發咗呢個偷工減料嘅畫法啦，將原本1秒12格變咗做1秒9格，甚至係6格。喺角色唔講嘢嘅時候咧，就直接省略中間嘅動作，去增加效率同埋降低呢個成本嘅。咁正因為阿童木嘅製作十分之龐大，動畫師嘅助手制度咧都係由佢開始先有，咁就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新人入行。當時嘅宮崎駿同埋高田勳咧都係喺東映動畫即係隔離 studio 咧嘅最底層動畫師開始做起嘅。有咗呢套 run 咗10幾年嘅商業模式之後，其實日本人咧無論喺資本、故事創作定係製作上面咧，都累積咗其他國家難以追求嘅經驗。作品都越嚟越多元化，除咗兒童動畫之外呢，都有更加多青年或者成年向嘅作品，例如哆啦 A 夢啦、龍珠啊、城市獵人啊、
新世紀福音戰士等嘅作品。去到今時今日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基本上每2至3年呢都會有一部爆紅甚至係院長級嘅動漫或者動畫作品。例如電視作品呢就有《進擊的巨人》、《鬼滅之刃》、《Spy Family》，電影呢就有新海誠導演嘅《天氣之子》。而紅遍全世界嘅日本動漫近幾年竟然爆出冇新人入行，仲要淪為中國嘅外包商做國產動畫。正當幾年前《鬼滅之刃》紅到成為2020年日本票房1位嗰陣呢，新聞呢就竟然爆出日本動畫師欠缺人才，冇人入行。你可能會好奇怪，作為動漫強國日本，動畫師竟然係社會嘅最底層。你話香港拍電影就小眾低人工啦，呢單嘢都講咗幾十年噶啦。但日本嘅動畫行業，呢個紅遍全世界嘅動畫行業，竟然動畫師都低人工。其實早喺2019年呢，日本動畫師演出協會就出咗一份報告，報告入面呢就講到成個日本嘅動漫工作者呢，以全職身份受聘，即係 full time 咁樣做嘢呢，其實淨係得14% 嘅啫，即係差唔多有80%半嘅動漫工作者同埋動畫師呢，都係以 freelance 形式去接 job。咁你可能會諗啦，創意行業本身就係好多 freelance 咁樣去 run， 咁唔一定係代表人工同埋待遇唔好。咁你又錯啦。前排呢，我上網揾資料嗰陣呢，就揾到呢位日本嘅動畫師叫做 Yuyu， 佢呢就喺呢個 X 上面呢向網民分享佢1年前呢啱啱入行做動畫師第1個月嘅糧單。你可以見到佢畫一幅畫其實就係得220 yen， 即係11蚊港紙。而佢第1個月呢就畫咗82幅。最後1個月嘅薪金連埋稅啊，就差唔多淨係得1000蚊港紙咋。唔知聽到呢度嘅你哋會有幾咁震驚啦？因為我個人呢就超級驚訝。呢位日本網民呢都有分享佢第2個月呢就用咗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嘢，咁就畫咗2倍嘅工作量啦。除咗有2倍嘅糧之外，換嚟嘅仲有係自己因為上個月長期加班而冇辦法工作嘅第3個月，就變咗無糧出啦。第3個月。現實就係咁啦，作為一個啱啱入行嘅動畫師，所賺嘅錢就真係得咁多。雖然隨住職位嘅上升呢，你嘅待遇呢都會跟住提升。咁呢，就要講下日本動畫製作嘅分工制度啦。日本動畫製作呢分成幾個部分嘅，咁通常決定完動漫要開始動畫化之後呢，就會一整個動畫師團隊呢去接手開始製作。咁當中動畫師其實都有分幾個階級嘅，最大粒呢就會有監製導演，佢負責畫呢個分鏡。分鏡呢就會決定咗呢個動畫喺邊一 part 要咩內容噶啦，然後呢就去到原畫師啦。原畫師呢就會根據導演畫嘅分鏡呢去決定每一個動作係做啲乜嘢，都會有第2同埋第3原畫嘅。動畫師呢就係根據原畫師畫嘅唔同動作之間呢連接嘅嗰個間距啦，就係將所有嘢就畫埋一齊。而通常新入行嘅動畫師呢，就好似啱先所提及嗰位 Yuyu 呢，其實佢擔任嘅工作呢，就係最底層嘅保監動畫師。反觀原畫師，其實1個月嘅薪金其實最高係可以達到14到16K 港紙嘅。咁當然啦，前提係你要 keep 住接到 job， 因為都係以 freelance 形式嘅啫。如果啱啱提到嘅網友呢，其實佢十分之幸運地呢，今年呢做咗1年之後呢，其實係升職做咗第2原畫嘅。可惜佢嘅薪金呢翻咗成倍啊，都係得7000蚊港紙咋。總括而言，日本動畫師嘅待遇就直接解釋咗點解冇新人入行。但講咗咁耐，究竟背後嘅原因係咩呢？就要講到呢個製作委員會模式啦。製作委員會模式呢，其實就係將成個動畫製作同埋投資呢，就分散喺幾間唔同嘅公司負責，可以令到動畫呢，就算唔賣咗都好，所導致嘅盈虧同埋風險呢，可以分散開，就唔使一間製作公司獨自承擔。簡單啲嚟講呢，其實就係將個動畫嘅製作咧分成 input 同埋 output 啦。負責出錢同埋投資嘅呢，就會有 marketing 公司同埋製作周邊產品嘅公司啦。咁攞到資金去製作嘅製作公司就會負責聘請導演啦、監製等嘅動畫製作部門。聽落十分之合理啦，分工都好妥當啦。但其實問題就係正正發生喺呢個盈利分成上面啊。一開始喺製作公司揾 marketing 同埋周邊公司投資嘅時候呢，好多時候都唔會有好充足嘅資金，因為唔會有公司願意大手筆投資喺一套未知會唔會大賣嘅動畫度嘅。萬一衰咗點算啊？公司咪蝕到渣都冇。咁呢個呢，都解釋咗點解呢嗰位日本網民呢，啱啱入行做動畫師，畫一格動畫淨係得11蚊啊！因為製作公司本身攞到嘅投資呢，都係好少咋，點會有錢請得起動畫師啊？但根據日本動畫協會嘅年度報告呢，日本動畫2022年嘅輸出總收入呢係可以達到2.9兆日圓啊，即係大概1500億嘅港紙。
咁呢個時候你可能會諗，咁多收入唔通都養唔起嗰班動畫師咩？答案係 yes and no 啊，冇錯啊，點會養唔起嗰班每日 OT 嘅動畫師啊？但 no， 啲錢係唔會落返佢哋手上面㗎。我嗰陣由零開始出錢俾你哋拍呢套鬼滅，俾錢請你哋班蛋散，俾你哋實現夢想做動畫師，而家有收成，唔係我代，唔通你哋班蛋散代咩？現實的確就係咁殘酷，就算動畫幾咁大賣，賺咗唔知幾多個億都好，啲錢始終都係只會流返入金豬爸爸嘅手中。因為咧動畫嘅收入其實有超過50%咧都係嚟自海外收入嘅，包括海外播放版權費啦、周邊商品等。換句說話就係，就算有盈利都好，都只會係俾當時付出資金嘅公司，而唔係俾付出時間、青春同埋健康嘅動畫師。所以咧最近咧先會有好多新聞報道，日本動畫師咧開始做呢個外國製作嘅承包商。好多日本動畫師咧都會接內地製作公司嘅製作，或國產動畫。本地製作收入低，咪唯有做外國製作咯。咁本地製作有邊個嚟話呢？最後，我要喺呢度致全日本嘅動畫師，皆さん、頑張ってください，要頂住啊！